Hello， 大家好，我是 MadeWorks 的小江老师。那看到我桌上这些这么厉害的摩托车啊，就知道我们今天要采访的呢，就是我们的民用组超级达人车神刘大。那我们呢，为什么会认识刘大？主要呢，就是有一年我在 RF 担任科幻组的评审，科幻组的作品我都看完以后呢，然后我就去绕去民用，因为我对民用也很有兴趣。然后突然看到一台力豹式，首先呢，我当然是被它的烤漆、被这个涂装所吸引。哇，这个人的涂装好厉害！结果呢，我再仔细看它的引擎内构，跟一般的市面上的市售套件是不一样的。然后就是做了一个很大的提升。然后我又看到它的链条竟然是有镂空的，居然不是蚀刻片。然后我就对这一个人产生了非常浓烈的兴趣。一认识以后呢，在去年我们就迫不及待的冲去他的工作室，直接杀到他的现场，看看他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好。然后原来他是一个除了3D 列印，也是手作的达人。更厉害的，他自己本身有一台真车力豹式，难怪他可以把力豹式做得这么好。那我们就来回顾一下当时去他工作室的 VCR。竟然让我认识了一个3D 列印也精通，然后又会画图又会手改的一个这么厉害的职人，我怎么可能会放过他呢？所以呢，我当时心目中有一台非常帅的跑车，我非常想要。我最想买的呢就是 R1。那田宫他当时呢推出了这个 R1M 的套件。我如果现实生活中，我真的非常想拥有一台这样的重机，毕竟在模型圈我也算是很帅的吧。我当时呢，在查询这个 R1M 的套件要怎么制作涂装的时候啊，我突然上网看到了，怎么一个版本是 GYT 啊？原来它是 R1M 的竞技套件版，然后它其实有很多地方不一样，我就只好请刘大帮我改造这一台。其实他真的是非常精通这个摩托车的制作，所以他前一阵子呢也有去上乔老师的影片。那现在呢，我们就来欣赏一下他当时花费了1整年才诞生的这台 GYT 啊。
看完这个精彩的 Vlog， 没有错，今天我们又要采访刘大了啊！你们看哦，这一个就是他之前改过的这个 GYT 啊。那你们光看到它的这个侧面这一台有没有，就整个竞技感都出来了。竞技感听得懂吗？好像不太会这样形容。一般会说，这会让车子的让它看起来变得更战斗。更有竞技感，听起来更竞技感有点奇怪，就是说，因为它本身就是一个竞技化的套件，人家一看就知道，这个车它本来就不是让你在一般道路使用的这种状况。OK， 对，好，所以我们还是用竞技感，也没有不行啊，也没有不行啊，也没有不行。讲到这个摩托车的改造，我相信所有的朋友啊都知道，以前买的这个塔米亚或者是各个品牌的套件啊。我们就会去找有没有 Top Studio 的套件，然后再来就是它一定会有出一些这个前叉，对，原厂的前叉金属套件，然后还有这个轮轴螺栓。基本上的标配啊，就是我们一定会去找是不是有可以提升这台套件更像真车的东西。其实刘大呢，他就是专门在提升这个方面。那大家可以看到，其实他也花了非常多的心思，把这样的车改成这个样子。所以呢，今天我们就是要告诉大家，除了 Top Studio 这个品牌是一个顶级的改套，现在呢也有另外一个品牌叫做 Lee Workshop， 也推出了这种非常顶级的改套。麻烦请各位参照以下网址。他其实是一个很害羞内向的，算吧，可是他会把事情做得很好。那他这种非常害羞内向，把事情做很好的人，就需要一个非常活泼外向的人，帮他把这个东西推到全世界给大家看。感谢 MAD 给小弟这个机会。可是我想到一件事情，这个就是你之前做好的啊，你这一集就要这样子混过去啊。我当然要带一些新的东西来给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做些什么事情，所以你要有最新的作品。对，这应该说是正在开发中、在进行中的一个案子这样。那我们就请刘大来开箱给我们看。
真的是让人叹为观止，好精密哦。然后再来就是那满满的内购，然后最后这样子外壳装起来，还好我们有拍片，不然你那些改的这么辛苦的东西都看不到。嘿，因为很少人装完会再把它打开哦。摩托车来说，一般装上去就是等于就是封死了，很多内购在做完之后，其实就看不到，是有点蛮可惜的。那我们现在就请刘大大概讲一下说，这台车有哪些部位经过了一个精细度或者是改装的一个提升，这样。外观上看的话，前后的轮圈，然后排气管，然后以及脚踏，还有车手把的部分，还有一些细节的小螺丝的部分，其实都有经过了更动，基本上都是采用买得到的市售套件的方式下去追加，那就跟在改一台实车有点一样的概念，一样的做法，这样。顺便教我们它的专业术语啊，就是你有很多小地方改了，可是我不知道改的那个地方叫做什么。其实这颗卡钳目前是不是市售版本？它是目前 MotoGP 现役正在使用的高散热型 GP4 卡钳。我就是要听这种，我就是要听这种，有没有专业的人讲出来的？这一组前叉目前是市面上是买得到了，但是 WSBK 目前正在采用的最顶规的 RBP25阻尼系统，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整个下座是镂空的，为了极致的一个轻量化，那它的阻尼结构设定也跟以往的前叉系统不一样。基本上内购部分，因为以塑胶一体成型的方式来说的话，还是跟实际的东西有点不同。我针对这些电子零件，那比如说包含它的 ECU， 这就是它的一些零件的排插嘛，就是那些插头，就跟电脑一样有那个排插。类似，因为塑胶的管路就是粗，很非常的粗，所以这一次的制作就是用一些自己的管线，然后再加上一些自制的电子插头，然后来去做牵线，然后把它模拟成像实际的车子一样的一个状态。还有一个蛮特别的点，就是像它的冷却水管的部分，原厂来就是很平滑的一个表面，但实际上实车采用的是编织管，橡胶的编织管，对，那它就会有那些纹路，所以我这一次在制作上也就又用数位的方式把这个纹路给还原，这样。我那时候一看到我就说，你是用什么涂装技巧把它涂得这么像？原来是整个元件重新做了。再来我们看到这排气管的部分啊，这次改上去的是一样是蝎子的 EVO 的排气管来做这台车的改装的套件的一个生产。最大的差异就是它是整个全段直出的，那所以你也不会看到为什么会有两根管子这样。我有这种回压的设计，它就是一个很单纯为了竞技而开发的一套排气管这样。那原厂框是采用这种 Y 字形的树脂框，那我这次改的就是欧力推出的段框，也是竞技款。那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我做出了它里面的很多镂空跟雕空的一个细节。然后另外一个要提到一个点，就是这一次的车手把的部分，原厂给了你用贴纸去呈现按钮这件事情，是在就是众多摩友之间非常诟病的一个缺点。那所以我这一次直接重建了整个左手的车手把的对啊，就这里全部都有，才以涂装的形式去凸显它的整个的立体感跟细致度这样。那握把的部分，实际上它也省略了一些指滑纹路，所以我在握把上面也重建了整只握把的那个橡皮那个指滑纹路的部分，对，那都是重做过的，真的改动的太多了。对啊，所以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件事情就是以后啊，你们在找改套的时候，多了一个品牌可以选，就是 Lee Workshop。其实说真的啦，如果你是一直追求顶改的玩家，然后也一直追求真实生活中会出现的东西的话，那真的刘大推出的这个套件啊，真的非常的吸引人。那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在3D 元件的部分啊，有哪些眉角角，让我们知道？好。身为一个数位创作的原型师，在这里想要跟大家做一些经验的分享，跟一些心路历程的一些经历啊，跟大家分享一下。数位原型跟传统的原型比起来，就是它透过数位的方式去做建模，其实在前段制成的这个过程会相对迅速而且精准。但其实很多人也会误解说，绘画图就可以做数位原型，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但其实事实上并不完全是这个样子啦。实际上，你画好的东西如何把它变成一个实体化，那甚至就是还要把它翻成很多个套件这样的一个过程，实际上是蛮费心力的。用一些我们现在正在进行中的套件来跟大家说明一下。像这个是已经做完3D 列印的一个状态，我的本体，然后跟我在做列印的时候会产生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像这种支架，甚至是你列印出来的一些纹路，根据我不同的外形，一定得做不同的支撑，来去确保我的原型的一个正确性跟精准度。尤其像这个齿盘，为了考量到玩家在使用的时候
方便。那拆支撑这件事情，其实在制作的过程来说，本来就是一个困扰。我们在设计的过程，尽可能的减去玩家的一些麻烦。那像这个齿盘，基本上你可以直接掰的就掰得下来，而且不会去损坏到元件的部分。我们接下来还会进入翻模的这个过程。那翻的时候也不会是采用这样的方式，直接就拿给使用者使用。做过了打磨，然后基本的修整完了之后，那我们会采用零件支架的方式，尽可能把所有相关的东西把它做在同一个支架上面使用，也是方便玩家在取用啦，或者是去除一些就是所谓汤口啦，然后毛边的时候会能够尽可能的减少大家的困扰。其实我自己虽然是一个套件开发者，但我本身也是一个玩家来的。我们在做这些东西的时候，都会很尽可能的考虑到玩家的使用上的一些方便性，那以及需求，还是希望各位能够多多支持我们的产品。这样好，那我们今天特别感谢刘大跑来我们摄影棚，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些东西，最后车子还带不走。然后最重要的事情呢，就是我再跟大家提醒一下，你们看到的这个改套啊，事实上它的材料成本就已经非常的高昂。因为它有分水贴啊，然后有分一些没有办法用 GK 翻模的，又有一些是3D 列印的，然后还有经过人工的处理，它的成本本来就非常非常的高昂。然后甚至我们当时为了印出这个水贴，我们自己为了让那个水贴满版，印了1000多份吧。我们这个东西只有卖不到几十套，就是为了让大家拿到这种高品质的水贴，我们是花了上千份的成本去开发。大家不要看这个套件好像几千块很贵，事实上刘大这边所花费的将近1整年的开发时间，你如果说要算成工时，这个东西是绝对赔钱。然后再加上我们现在目前为止投入的材料成本、开发成本跟工厂付出去的这些钱啊，我们是没有打算把它拿回来，但是我们一定要做，因为呢，能够推出这样的套件，在民用的这个模型里面呢，它是一个指标性的历史定位啊，就是我们终于也有这么厉害的改套。我觉得这个是赔不赔钱、赚不赚钱都要做，一定要做。这一次啊，这个 GYT 啊有附4张这个犹如真车的照片。如果各位朋友对做民用车有兴趣，那你一定要买这一台。好了，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了。那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这个改套，然后让刘大可以一直推出更顶尖的东西，让我们可以去选购。那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频道，那帮我们订阅、点赞、分享。拜拜！节目的最后告诉你们好康的啦，就是这个东西我们已经策划1整年，所以我们在去年就已经筹划好，这个东西如果做出来要给大家抽奖，要怎么样达成这个抽奖的条件呢？就是我会跟刘大比赛。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比赛的片段。好，所以你们看，最终的比赛还是我赢了，所以刘大必须要捐出一套这个 GYTR 的改套给大家抽奖，爽吧？好，下次见了，拜拜。那要怎么抽奖？随便抽啊，我们就不定时不定日，心情好的那天，我们就抽出其中一位观众，去 FB 分享我们的文章，因为我们目前的抽奖程式只有 FB 的，所以回到那边抽，然后不要催我的那个，绝对不会中，一定不会中。好，下次见，拜拜。